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普遇到枪击的事件呢。那当然，中国大陆这边也是大篇幅的讨论哦。那中国大陆的媒体呢，就引发了相当大的一个算是一些平台啦，讨论度都非常高。比方说，像是微博的热搜，在昨天就直接冲上了第一哦。我们这边改叫川普，是因为中国大陆是叫特朗普哦，所以特朗普这个遇到枪击，特朗普的右耳被子弹贯穿，所以这个热度讨论非常的高。那今天百度热搜仍然在第4名哦，还有包含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已经向川普表达了慰问。中国大陆的这种大小官媒啊、网络平台、自媒体呀、都有非常大篇幅的即时更新的报道哦，所以大家非常关注这个川普枪击事件。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这就是牵动到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个角力，到底他们会遇到的是川普还是拜登？他们比较想遇到川普还是拜登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讨论哦。那大陆的网友呢，其实对于川普是不是好感度高一点点啊？就是绰号取得多一些，比方说还叫他董王啊、川建国啊，现在甚至叫做川宝了。那对比拜登呢，好像就是这个拜登登，或者是叫他这个拜振华，大概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好像对于川普，他们反而觉得比较有喜感，会觉得比较给他取一些爱称。那董王呢，就是讲说，因为这个川普他的口头禅就是没有人比我更懂，所以网友有一点调侃他，就说叫做董王啊。那川建国呢，也是大陆网友帮他取的一个昵称哦，就是因为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人家觉得，就是大陆的网友们觉得这反倒是他的一些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因为他开启了这个中美贸易战嘛，那是不是你越是打这个贸易战，然后结果呢越使得中国很强大，所以反而是建国哪一个国？中国建了中国，所以叫做川建国。那川宝的话是由于他的这个网络上作风，有的时候他就是很浮夸呀，然后又会在那边跳舞啊，人家形容说他有的时候也是很宝的一个人哦，所以就把他讲成川宝了。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绰号，代表中国大陆其实网民们对他的这个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啊。那再来，这个枪击事件会不会影响到陆股接下来发展呢？我们看到像是自由时报啊、三立啊，都在唱衰，就是说哇，中国的股民哦悲叹啊，他们一定要称中国，我们都称中国大陆。他们说中国的股民悲叹 A 股完了，然后他讲说哇，接下来如果川普重返白宫哦，兑现承诺的话，会对于中国大陆开征这个60%关税，会冲击这个中国大陆的贸易呀，悲叹 A 股没了，周一开始走低哦，但是好像并不是事实哦，是事实上他们竟然都已经是把它称作叫做川建国，就代表说每次这个拉高关税，每次拉高制裁哦，其实我们节目上介绍过好几次。不过不光是这个川普，就连拜登每次提出一个新的制裁策略哦，马上反映出来都是 A 股的大涨，就是相关的，就是说，他们会转单效应哦，都是大涨。所以实际上面并不是他们唱衰的状况，而是呢看到川普概念股大涨，还出现了涨停的情况哦。那他们还有一个特别一只股票叫做川大智胜，他们就说，这个叫做特别是川普概念股，它其实是一个软件供应商哦。那其实反倒是它的这个股价大涨。那还有一些就是会被川普制裁的相关的这种产业呢，也都是反映出来上涨的一个趋势哦。因为他们觉得说，你越来打，其实我们反而是做得越好越强。那我们看看现在台大教授就讲说，这个川普胜率大幅提高，可能很多国家会对于拜登政府对外的政策跟部署还有措施更加消极的回应了。川普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会让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对峙再度升高。那中美的对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哦。中俄在海上联合2024的军演开幕，而且首度携手在南海这边来秀肌肉。那中方是中华神盾封号的052D 导弹型驱逐舰，这个南宁舰呢领军。那俄罗斯只是派出轻型护卫舰响亮号来打头阵。那跟中国大陆就是说中俄海上联合同期哦，中国大陆还公布了双方第4次的海上联合巡演。那大陆的国防部是讲说，根据年度计划，中俄双方的共识哦，那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展开第4次联合巡演，但是强调说这个行动不针对第三方哦，而是跟现在目前当前的国际区域局势都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原本就已经定下来的。那另外看一下美国
美国现在美中印航舰的这个布阵，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这个好像是这个交锋是各有所图哦。根据汉光40号演习，7月22号操演前夕哦，现在美国还有中国大陆以及意大利的现在航舰都已经在印太这边大家各占一个位置，已经在布阵当中了。学者就认为说，这个美国的航舰其实是要让盟友熟悉共同作战模式。那意大利的航舰呢，是属于军事合作的含义，山东舰则是从战略上面来暗示美军，如果台海有事的话，这个拒止一定会让这个美军航舰的打击群就是没有办法进来的。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到底怎么看这个事件呢？我觉得中国官方对2个人没有表态啦，不过网友比较喜欢川普啦，原因是因为川普是真小人。那拜登是一个伪君子，对，就拜登讲话从来不算数，那什么4不1无意啊，多少次，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啦，反正拜登讲话就跟放屁差不多了，就是几乎没有落实过了。我讲白了，我自己也观察很久了啊，然后方向经常互相矛盾，可是川普比较一致，这个事实上你从川普大概到了最后3个月左右，他那个竞选纲领会出来。我们今天只是通过那个共和党的党纲那接下来他会有他的竞选纲领他竞选纲领的落实度蛮高的，那有的是做不到啦，比如他选前他也在那边夸张啊，说要对中国征45%的关税啊，2016年讲嘛，那最后一直到今天。中国平均到美国是3500亿美元的出口额里面，平均被征了19.3% 的关税嘛，19.3%，所以事实上是做不到了。而且这一次他上任事实上增加关税的那个 range 范围，事实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膨嘛，所以你能加多少关税？你再加关税，那这个通膨就完蛋了，失控了。那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的中下阶层生活并不好，这里面包括很多是支持川普的红脖子那个白种人的那个劳工啊，下层阶级啦。事实上，他一定要买中国的东西啊，因为便宜嘛。对，沃尔玛有1半以上的东西都是中国的所以我是觉得它加税的空间有限你说以目前19.3来讲，你能加到哪里我是相当怀疑了，这个，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主要就是他就觉得就川普像个真男人他做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当然因为他去挑战那个建制派嘛。然后也挑战所有美国的媒体，主流媒体嘛，所以当然就会打乱一池春水了，可是我认为，因为他已经做过4年了，所以他既有的行事风格跟政策的逻辑啦，目前大概有个谱啦，所以没有像上次这样不可预测了。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川普他上台以后的政策他虽然会有一个竞选的政纲，可是最近公布的这个共和党的政纲他也非常川普的风格，因为这个政纲叫什么？这个政纲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叫 Mega。那政纲过去这种共和党政纲就是大家往里面塞东西，你想办法把几句话塞进去给一点公关费找公关公司帮你塞进去了。那搞得又臭又长，40-50页，这次它只有18页，而且它是用条列式的，大部分都是美国改造美国，它里面的产业，他说要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及石油的出产国家他说要做这样做，你想想看，这些美国像 Pennsylvania 还有很多这些跟这些天然气页岩有关的州，高不高兴？很高兴啊。那另外一方面，他讲的还是跟他以前在这个竞选里面他说我要从事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让这些非法移民统统赶出去。
还有昨天我跟这个郭委员在讲，有一个很好笑，他还规定一点，他说以后所有餐厅的小费不能够抽税。他讲的多细，很重要，而且讲的都很那个。No tax on tips. On tips 讲的这个又很川普风格，很接地气啊。另外一方面，他对国际关系他讲的很少，大部分都怎么改造美国，怎么样把美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然后呢降低税率啊，怎么样裁减这个联邦政府的各项浪费的开支。这是不是就是现在美国人心中缺的那一块？对，就觉得美国已经不荣耀了。他讲话真的都接地气，而且一看就懂。那他讲国际关系只讲得很清楚。他说要防止第三世界爆发，然后呢要采取手段把这个和平带回到欧洲以及中东。他讲得非常清楚。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个整个在他这个里面没有出现过几次啊。只有一个讲到什么？他说为了保持什么呢？美国的战略的安全，你知道你看确保战略独立，对中国的战略独立。他说什么他说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身份，然后慢慢的怎么样减低对一些关键物质对中国大陆的进口，然后停止不准，就是说停止中国向美国买什么呢？买不动产以及工业资产。大概就这几句话。然后取消这个最惠国待遇，好像很严重。最惠国待遇就是 WTO 的待遇。美国基本上根本就没有给中国大陆 WTO 的待遇，通通是单边主义对付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取消最惠国待遇其实这也是空话一句了。所以这个川普，你说他回过头来整了半天是整美国，他对于这个世界他希望恢复和平，那你怎么会想到说他上台以后这个世界的国际的安全会比川普更不安全吗？会比拜登会比拜登更不安全吗？拜登4年不到就已经把世界搞得走向第3次世界大战。对，好，请教赖老师。目前川普选情看好嘛？那大家都认为他当选率已经超过50%了，有人估计是到70%这么高这是昨天的一个估计。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的领袖，像匈牙利的总理第一时间，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第一时间马上就慰问了，马斯克也慰问了。然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马上就慰问了。其实这个开辟了另外一个外交战线了，也就是说，目前还是具有影响力、决策力的是拜登总统。可是很明显的，他的影响力大大的消失了。然后很多美国的盟国，就是过去追随拜登去压制中国的这些盟国，他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后拜登时代该怎么办。就这4、5个月到明年1月，那11月，拜登的落选率高，然后川普的当选率高，那这样的情形下，川普的风格很明显了，因为他有执政过。他执政过4年，所以大家都已经看到他的外交风格跟对战争的态度。第一个，他不爱战，不好战，所以他的国防部长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第二个呢，那么他在乎的是他的国内的问题，所以他的经济、贸易、财政，然后国务卿，还有国安会，尤其是国务卿就显得很重要了。那这些人，他们在这么重要的这些人里面，那他们本身的外交会怎么走？他跟盟国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那这些原来追随拜登一直在打压中国的这些盟国，他该怎么调整？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的幅度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你看到现在的说意大利的船舰也跟过来，那是拜登时代，那是前一段时间的决策。可能现在意大利也觉得说不对咯，那如果拜登上来不一样的话，我现在跟着你美国去弄中国，那到时候我现在又要想月底的时候，我的总理想去中国大陆访问，到目前为止大陆没有回应，
就即使你的部长已经来了，但是很明显的新闻都做得很小，而且也没有人知道谈出什么结果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并没有摆明我欢迎你梅洛尼到中国来访问。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啊，整个很多的盟友他可能就会调整了，他可能就会思考了，说我要不要再追随你？那可能这个纽西兰没有多久又改变了。那他的现在的领导人啊，又开始反中的时候，可能又开始又改变了。可能很多的国家的人就开始改变。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共和党的党纲要把台湾拿掉？台独赖清德其实他才最怕的就是他为什么要拿掉？那就是中美的关系在没有台湾的这个变数的情况下该怎么走？那这个才是影响最大的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的3中全会在今天正式登场从7月15号到7月18号，为期4天。那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呢？因为其实每一次3中全会所登场的一些新的措施都代表未来大陆所着眼的，可能他们要进行的，比方说科技的改造，或者是他们接下来的一个经济改革。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1连4天在北京召开，那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而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总共有370多位这个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中央的委员候补委员，还有现在目前的领导班子以及各级机关、省市军方的高层都会出席也预料呢，在最后一天会有这样的会议公报。那在这期间，现在大家就在等习近平出席这一场会议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重要谈话。那3中全会恐怕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财政、税改，还有这个民营企业、外资外商刺激内需还有这个多方面的民主领域、民生领域他们的一些重大经济的议题要释出一些改革方案。重点就在于什么呢？要让老百姓有感，也让外资营商是有信心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是他们这一回的一个主旋律。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华社就讲说，这个长三角是改革的前沿。他引用了一番话，就说习近平提醒大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而且要深化这个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这是需要动乳酪的，需要触动利益的，也是真刀真枪的。也就是说，要做这些很难的事情是必须要拿出自我改革的这种革新的勇气还有胸怀。他说，向外看呢，这个面对到这个世界的局势，100年变局加速的演进，而且这个地缘政治的形势很严峻向内看的话，现在经济持续的回升，但仍然有挑战。那面临到关键技术，比方说像是晶片这种卡脖子的问题，还没有根本上的解决，所以未来新一轮的科技浪潮已经扑面而来，大国博弈，现在竞争空前激烈，现在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呢，改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还记得前一些日子在3中全会之前呢，他们就已经有讲说，在这个全会之前，他们就有在全球市场上面呢，已经在决定要往这个作为什么样的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其实过去在历史上面3中全会都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都被视为是一个重头戏，因此全球都非常的关注。大家就要研判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中央他们领导的集体方针跟工作的重点是在哪里也就是说，你看完这一场，可能就可以了解中国大陆接下来5年到10年的工作意义，工作的现在目前的定调是如何。所以现在各方都密切的关注。那现在是聚焦在新质生产力跟税改这2大问题的确，现在有一些新的数据出来，就是中国大陆的出口增加了8.6%，也是15个月来的最猛的一个记录等于说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高点，还又胜过去了。那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目前6月份的出口是3078.5
亿美元，年增是8.6%哦，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体来说，光是6月份的贸易顺差就到了990.5亿美元。那中国大陆甚至再加码，就是我们讲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外国人要去到中国大陆旅游嘛，所以他们现在再扩大这144小时的过境免签的停留范围，现在把河南也纳入其中哦，河南郑州的这个航空口岸也开始实施这样的一个免签措施。还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呢，是今年上半年北京入境的团体游同比增加了30倍之多，这就是因为 China Travel 的中国游爆火了，已经红遍全球哦。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经商啊、学习、工作、生活都要吸引大家来台，所以才有这样144小时再加码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中国大陆也是在力拼这个科技强国，我们看到现在各省的这种科技委员会主任也纷纷亮相，他们现在形成了一个双主任的格局，因为现在各省都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科技委员会。那习近平是有提到必须要增强紧迫感，也就是说在6大领域来增加这样子的一个创新力度哦。那希望能够成为科技强国，来发展出主动权。那现在马上这个复旦大学就讲说，已经有研发一个功能型的光刻胶哦，这也是蛮重大的一个技术上的突破。而且在大陆的这个科创板也增加了2个半导体指数，就是上交所跟这个中证指数哦，他们在7月26号发布了这科创板的这个晶片设计主题指数，以及科创板的半导体材料设备这2大指数哦。现在目前为止呢，其实上交所的科创板已经有571家了。那这个整体来说，在6月为止已经有102家的半导体行业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总值是人民币1.5兆，所以占了科创板的总值大概31.7%。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定下了这个2035要成为科技强国的一个目标。那所以这一次的3中全会就是大力的往这个方向来推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一次的3中会？我觉得中国大陆对它的出口畅旺，那还有出口升级，这个他比较有信心可是这个并不能够完全带动国内的就业因为比如说房地产低迷它实际上后遗症是很多的啦。比如说包括有很多房地产的原来就业的人就下岗或者是大家就觉得这个消费升级它会比较保守那还有服务业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当然是看到了，比如说这个电动车啦，或者其他方面的出口，它都有那个很明显的升级啦。可是我认为这个大概只这个包括中国大陆相当小量的就业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鸿海离开郑州，那这个造成员工的失业，那就是很大的规模那些员工大部分技术级别都不高，那你如何迅速让他能够就业？我觉得是这一类的问题是他们想要处理的啦。那他大概把它归结到，就是在金融部分还是太保守。那所以这次就传出他要做一些要对发债要放松那简单讲就是要用政府担保来发债那这个可能没有金融做底的债券，它就要出来了。那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版的 QE 了。就未来钱会变多了，因为他发现有很多中小企业或者很多生产，它就变得比较保守。因为它钱也不容易取得然后当然我们讲那个新质生产力，那指的当然是高科技啦、电动车啦那些部门发展的不错。可是这跟台湾一样嘛，台湾的高科技也都是那几家公司那大部分的人就业都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台湾就业的人将近1200万，那整个高科技产业就业的人大概只有120万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啦，所以他就要用更松的融资来盘活国内的很多服务业啦，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大概这方面但那个税改的部分内容一直都不清楚其实我对这个部分也蛮有兴趣的，也想看到它，因为它要有更多的财政稳定的收入
所以也值得观察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开征个人所得税啊？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哈，大陆为什么那么慎重？然后准备要开的时候，那他就全面性的展开。他把他的目标已经设定了，就是在2035年，这是第一个阶段的目标，也就是事实上就是11年要完成的目标。这个目标就定在于说，他要成为一个全世界的最强的科技强国，这已经定了，啊，这就2035年。那2035年为什么要定这个目标？就是为2049年打下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就让他在2049年，也就是25年后，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各方面的大国强国。换言之，也就是说要整个超越美国，而且要超越美国不是一点点，是要超越美国很多，所以要用25年的时间，来让它超整个很有可能会是美国的1倍或者2倍大。那如果中国大陆能够用25年的时间让它成为美国的1倍，甚至只要多1半，那你美国跟 G7 的总和都不到一个中国，那整个主客的环境就转变了。这个环境就转变成为冷战结束之后，当时美国一个国家是大于 G7 加上中国、俄国还有印度等的总和。那如果说今天是在于就是这是发生在1990年的事情。如果在2049年的时候，中国成为一个国家超越它底下的10个国家的总和，那中国大陆对整个世界的秩序、整个世界的支配权，那就不可同日而语，我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其实就很重要了。那它的核心就是贯穿在这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渗透点、一个贯穿点。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每个部门都会有科技委员会的形成，就是每个省市都有科技委员会的形成。其实科技委员会就是要用科学的力量，那么去提升它的新质生产力，而这个新质生产力要渗透到各行各业，不只是高科技的产业，包括屠宰业都要用新质生产力来做。好，来请教季老师。对，这次三中全会在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共产党它这个历史里面，三中全会通常是在这种经济方面对，这个会出台一些纲领性，而且历史扮演重要历史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件那这个事前很多报道，事实上中国大陆叫各单位省级中央的各种不同部门已经提了很多意见了。他现在这个文件应该是已经差不多具备了。那看起来就是说他的目标是非常的大，他是要进一步深化、全面深入改革，他有很多新的做法要出来。那目标是什么样？要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一个国家。因为他2050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所以呢，距现在还有大概25年。那这种文件通常是管5年到10年左右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目标设定，一个 target setting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共识，然后把它凝聚在具体目标上面。那这看起来的话，它应该可能它会有的这个牵涉领域可能会远超过经济。除了经济的话，它还有社会，还有文化，还有生态文明。那因为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过去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事实上国际环境变化不大，可是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而且大国关系，尤其跟美国、欧洲的关系都在变。那它国内的状况也在变，所以它要重新做一个调整。那么它还强调一个就是说现代化的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也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些目标。我想在这个文章里面在这个文件里面我觉得大概都会具备。而且以大陆的这个施政方法，这也可能就是他未来5年、10年他整个政府的一个集中精力要办的一些事情。那我看过14、5的那个规划事实上他们这个目标设定是很具体的，可能很多还有数字的，用数字来衡量它能不能够达到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一次这个三中全会，我觉得要通过的这个历史性的纲领性文件，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时间问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元谦。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立刻关注可能要影响到美选的这个结果的一件全世界关注的大事，川普是不是这个暗杀事件之后，整个气势大好？我们看到昨天铺天盖地的所有的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一个握拳的动作也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而现在川普呢抵达了这个密尔瓦基，这个飞机下飞机的时候又在挥舞着同款姿势，挥舞着这个拳头哦。那他依照计划来出席共和党的全代会，他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他这个原定的行程安排哦，甚至他们直接定调说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全代会哦，讨论的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已经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他在社群里面讲说，我无法容许一个枪手或是潜在的刺客强迫改变行程安排或是其他事情，因此我会按照原定的计划，在今天的下午3点30分前往密尔瓦基。那根据这个现在目前 Polling Market 的数据呢，他说在袭击事件之后，川普现在赢得2024总统选举的概率大幅提升了10个百分点，从60%提升到了70%哦。那其实相关的一些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啊，都对于这件事情就说，比方《华尔街日报》。美国政治最黑暗的一天 ，BBC 则是说，一波子弹击碎了美国的安全幻想啊。那再来 CNN 呢是讲说，这个川普遇刺哦，在美国被诅咒的政治暴力故事揭开了黑暗的篇章，震撼了这现在美国史上最紧张的时期之一，已经深陷隔阂的这样的一个美国凸显出来，已经撕裂了。所以这件事情恐怕也会变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大势已定，是不是？川普看起来已经是可以稳拿下这个11月的总统大选了。那再来看一下。我们从地图上面来还原，川普所在的舞台位置是这边哦，那枪手的位置是在这里，距离呢这个枪手大概是110米左右，这个根据英党的分析，然后来查出来这个还原，原本是说130啦，现在大概是110。那特勤狙击手的位置则是在离川普比较近的地方，当他一展开攻击的时候，狙击手就立刻把这一个凶嫌给击毙了。那我们来看看这样子一个凶嫌躲屋顶，怎么会这么近的一个距离，而且上面竟然没有派人防守？对于 FBI 来说匪夷所思啊！已经离职的就是前干员离开 FBI 的就讲说，这根本就是一个绝佳的狙击点哦，怎么会出现那么大的一个漏洞？他们觉得说，哎，真的是太扯了，怎么会 FBI 这么大的一个失误哦？那我们另外看一下这个 FBI 的特别单元罗杰克讲说，枪手甚至还可以连开数枪，哎，真的是令人非常的讶异，而且是直到执法人员，就是说他们听到传出了枪响之后，才发现说，哎，怎么会有枪手在屋顶？也太后知后觉了吧？怎么会是这么大的一个疏漏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另一边这个特勤狙击手这里哦，其实当时呢就已经在场活动的一些支持者有看到说，哦，有一个可疑的人在对面的屋顶上头，而且他们还去跟这个特勤局特工跟警察通报了这件事情，就在这个他们案发前几分钟就已经有通报了哟。但是怎么特勤局特工跟警察好像都没有重视哦，好像他们就浑然不知，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危急的状况。这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疏漏嘛。那所以目击者就讲说，我为什么川普还在讲话？我站在那边哦，指着他2-3分钟，特勤局的人还在上面这样看着我们，就好像都没有及时的反应。那现在这个 FBI 定调说，这个枪手就是一个孤狼式的犯案呐，但是动机是什么？现在目前还在查当中哦。只是说这个拜登，当然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恐怕真的是会重创他的选情，因为现在川普等于说在这样的一个 pose 之后，已经是变成一个美国国家安全跟让美国荣耀以及临危不乱这样的一个印象哦，已经升值到人家心中了。那对于拜登来讲，甚至还会绕着一些阴谋论这样子来思考说，难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们看拜登呢，也赶紧在白宫发言，就说会提供一切的资源来保护川普的安全。我们来听听。And we cannot allow this to happen. I urge everyone, please,
Don't make assumptions about his motives or his affiliations. I'm instructed that this investigation be thorough and swift. 好，这样的事件发生，当然对于民主党来说，现在内部都是非常的担心，对于选情会有很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所有人现在下了禁令，就是说任何成员呢没有经过同意的话，不可以就这个事件对外有任何的评论。那可是人家翻出来前几天拜登有一番谈话，是不是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联想，甚至是鼓励人家去这样朝这个方向来思考呢？就是呢。他日前说要把川普置于靶心，靶心当然是枪击的靶心嘛，所以人家讲说，哦，你是不是这个谈话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开始归咎拜登哦。那就有团体说，川普支持者策划的，现在阴谋论到处乱传，到底是谁的阴谋，或者是现在目前这个事情，双方都很担心说会产生对选情的最后变数。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川普是不是等于你看看这些科技大佬的反应，是不是已经等于已经快要赢了美选了？科技大佬们纷纷表态表达声援呢，包含了 Meta 的祖克伯、苹果的库克，还有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奥特曼，那还有贝佐斯哦，这个 Amazon 的贝佐斯，他其实已经有9个月没有在 X 平台上面发言了。他曾经还跟川普互批哦，但是昨天他发文说支持川普哦。那还有这个伊隆马斯克，他也是讲说，我完全支持川普总统。这事件逼了所有的大佬们哦，科技大佬们都已经站出来，但是对比前2天在这个枪击事件之前，有人传出来马斯克低调捐款给川普，他当时是说否认这个事情。还有 Meta 曾经跟这个川普也处得非常的不好哦，就是祖克伯有限制川普的社群账号，但是他也解开来了。但是你看对比这个事件之后，全部通通站出来挺川普，可能真的是已经左右了现在美选的最后结果了。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川普那个临危不乱的表现，当然是大加分啦。然后民主党暂停他的文宣，全部都下架。对，所以等于是让他的攻势整个乱掉。本来共和党大会，民主党是要发动攻击的嘛，结果因为这个事情，他的攻击全部取消。对，那为了要重启这个文宣攻击的动能哦，尤其是要攻击川普，我觉得难度会很大。就是他现在会带有一点的，就是悲剧性质啦，因为被打嘛。那人家就说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有没有人性啊？这种攻击很容易被反击啦。那如果又是拜登，那我觉得民主党会找不到那个重启的动力了。如果是换人呢，还找到一个题目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很麻烦，而且他这个并不是总统大选而已啦，因为事实上上次辩论完总统大选，大家就知道川普大概赢了啦。是怕波及参议院哦，因为众议院本来共和党就赢的嘛。参议院有2个州啊，目前我看了一下，宾州那个民主党现在民调竟然输了5%啊，这相当大，吓人呐啊！因为那个巴特勒就在宾州，那本来民主党认为他们有机会赢的 Michigan 的州长也是民主党啊，结果那个 Michigan 现在竟然输1%，都被扭转了，就是被扭转，就整个氛围啦啊。那我看到了一些报道啦，事实上这个事件会影响到年轻票跟中间票，比如说人家有去做一些采访，有一个人就说他这辈子没有投给共和党过，可是他要投给川普，就说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跨越党派了。对他们觉得说呈现出美国的勇敢，对，这爱国勇敢，然后临危不乱，而且你也知道他现场做了2件事嘛，第一个他要穿上鞋子离开，就是我不要落荒而逃，我不要落荒而逃啊。那第二个是他要跟群众做交代，对，所以他就说 I'm fine, fight。的确是他喊完之后，群众整个本来惊慌情绪就荡下来，就那边喊 USA 嘛，对不对？事实上这个要冒极大的生命风险啊，因为你怎么知道凶手只有一个？对，这没有人知道嘛。所以那时候特勤都很慌乱。是啊，所以我事实上特勤是低着头就想说大家就走掉就好了
啊，那结果他就是觉得我不能落荒而逃，其实那个就是一种姿态啦。那美国人很重视这个哦，对，就是临危不乱、从容不迫，那个坚定与勇敢所以连《时代》杂志新的杂志刚出来，封面就是那张照片，就是那张照片，那个是经典照，经典照片了啦，经典照片了啦啊。那这个，所以我说这个要怎么说呢？幸好那个枪手不是一面倒向民主党的，不然我认为后续会更麻烦。因为那个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对，他只是说他捐钱给民主党，可是现在就看川普会不会得意洋洋啊，然后又开始讲一些过头的话，得意忘形啊。现在就看这个啦，不然的话，我认为民主党要恢复到原来的攻势，真的难度蛮高的。好，来请教介老师。当然这件事发生以后，这个现在美国这个在网络上传的各种小道消息多得不得了，对。那有些人还是怀疑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孤狼式的攻击啊。最主要的怀疑就是刚刚讲的那2点，第一个，那个维安怎么会疏忽到那种程度？对，在他最好的就是说用这个所谓的暗杀他的那个角度，就跟那个联邦调查的干员讲说，居然没有任何设防，而且更这个传言到现在一直还在传，就是说有人已经提醒了，这个治安单位说，那个屋顶上有一个人拿把枪爬上去，居然没有反应，对，居然没有反应，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有人一致怀疑是不是预谋的，还是甚至怎么样，甚至是拜登他的阵营里面策划的。那这个凶手在第一时间就被击毙是不是杀人灭口？所以这种传言一直存在。当然还有就是讲说这个，事实上今天这些气氛美国的气氛、选举气氛、就投票前气氛搞到这样子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炙热的一个状况那拜登实际上是有责任的。因为他在他的演讲里面对川普做了很多人身的攻击是罪犯、骗子是怎么样？是一个叛国者，是毁灭美国民主的一个人那是不爱国的这一类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对他的人身攻击也是把整个气氛搞成今天这样子剑拔弩张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找一个怎么讲呢？找一个出气点，这个目前看起来还是在的。这个气氛还是在的，就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那事实上，拜登事实上昨天就是事情发生的当晚，他说在他老家，在达拉维尔，他立刻就已经上了电视。我们刚刚看，哇，这个是很令人很恶心，很 sick 对不对？绝对不能接受。他今天早上又上了一次电视，在他的白宫椭圆办公室，正襟危坐，对美国全国讲话。对他一开始就说这个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冷却下来，不能够再这样子让这个情形发生。民主政治是一个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的。我们的民主政治是怎么样？是讲理的，是讲什么？是要依法行政的从来就不能够容忍任何的暴力行为。哇，讲的怎么讲？义正辞严可是呢？问题就变成说，今天他在那边说教的时候，他有没有自己想到说，今天美国的选情搞成今天这样，剑拔弩张、人身攻击，然后近乎失控，两派人马对立，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仇恨集中到对方的候选人身上，拜登自己没有做出极大的贡献嘛？所以这就是很讽刺他，听他在那边讲美国民主政治的精神该如何然后呢，美国的民主政治多伟大，可是好像很讽刺的，在破坏这些核心价值的，不是就是他跟川普2个人吗？对，跟他们这个为了想要夺权的这2批人吗？所以我觉得民主政治可能就尤其美式民主我觉得已经走入一个怎么讲，走差了，走偏了，是一个怎么快速要下滑，会带来灾难的一种制度了。好，来请教赖老师。川普这一次是受害者然后他遭到枪击，我觉得他的时机掌握得非常的好，
他的整个反应动作处理会形成跟拜登很强烈的一个对照面。你看他在演讲，他受到攻击，他被打到了，然后他本能性的应该是跟军校训练有关，他马上就卧倒，然后但是他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中，你看他的处理，他展现出他大而无畏，他不怕，他更考虑选民的意见选民的安危，然后他展示他要对于凶手或是对于挑战者，那么要激烈的要对抗。那他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的年龄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过去有人说，哎呀，你不过比拜登差个4岁嘛，那你们的都是高龄的。可是你看他的整个反应出来，他不像高龄的，他算是心智、身体反应各方面的状况都是非常好。对。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他会获得更多的美国选民对他的信任。然后他被枪击完了以后，你看他很多人在指责特勤局，很多人在指责 FBI 等等，可是他没有。他说谢谢特勤局对他的保护，谢谢医疗单位对他的保护。然后他说我更关心的，我在乎的是当地的民众有没有人受伤。他展现出来就是他不但大而无畏，而且呢他本身的包容，而且他说不要去攻击我们美国人，现在就是应该要团结。那他的整个姿态展现出来是说，我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了。我现在是以绝对的优势来面临这个拜登。可是拜登现在面临的困扰是在于他不能攻击川普本人，然后他们的模式就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攻击他的政策？可是你攻击这个川普的政策，难道不就是涉及到攻击特朗普吗？所以你这段时间内你的火力跟攻击的路线就显得非常难了。那你很难拿。可是川普现在他以赢为主，他现在要争取的是那么更多的中间选民对他的支持，降低对他的仇恨值的仇恨度。他只要降低仇恨值的仇恨度，争取中间选民，然后让更多人同情他，然后觉得他了不起，他雍容，然后他本身从容，他的度量大，然后他考虑的是大局，然后他并不攻击不把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责任怪在拜登身上。你看他的展现出来的目前的情况，对他很有利了。好，就在这个时候，那各国都开始慰问他了。在慰问他的情形下，你有没有想过，那拜登呢？那到底美国是一个总统还是2个总统？拜登好像变成不是唯一的总统了，因为很多人要思考，那拜登败选后的美国该怎么办？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那美国的企业家，而且我觉得最聪明的，而且投资最精准的，还是马克伊数1数2。这个人太精明能干了，难怪会这么的成功。他是在枪击之前，当然他不能预知枪击了，可他是在枪击之前投下重钱。目前彭博社是认为他给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那目的在哪里？他在造网，他要引起川普对他最大的重视，形成他最大的有影响力的人。好，我们看到整个局势在改，可是我觉得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万一川普没当选的美国该怎么办？我们现在都想到他一定当选了，那万一他没当选呢？那美国会不会严重的内战跟暴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